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迷思英国的第11期。上期呢，我们聊到了英国的年轻人是否流行啃老买房，还有中国跟英国的年轻人当房奴各自要承受的压力。那今天这一期呢，我们继续聊年轻人和家人之间的一些金钱关系。那除了房子这笔巨大的投资开销，其实子女跟家庭成员还有父母之间也有一些敏感的金钱关系，有些可能会带来你好我好大家好，也有可能会带来呢亲密的家人之间反目成仇。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分享一下，还有哪一些金钱往来在中式的家庭关系当中呢非常的常见，但是在英式的家庭当中呢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常见，或者说有一些不同。如果在追求经济独立的道路上呢，你也感受到了钱在一个大家庭当中它所带来的快乐跟烦恼，那你不妨听听这期节目，了解一下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金钱文化。英国的大学每一年的学费呢，最高是要付9250英镑，也就是合8万多人民币。而在中国的话呢，大学的平均学费一年是6000元人民币。所以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的话呢，英国的大学生就需要背负这个学业贷款，加上自己的生活费，他们大概要背5万多英镑的这个费用才能够毕业。所以越来越多的英国父母面对这种情况呢，很难真正的做到两袖清风，去旁观自己孩子正处在一个巨大的压力之下。那英国现在在校生当中有84%的父母在资助自己的孩子，平均每个月大概是要付360英镑，用来资助自己孩子的学费或者是生活费上其他的一些开销。尽管有父母的资助，但是这边大部分年轻人呢，还是要为了自己读书期间的花费而操心，甚至这个生活费跟学费的这个负担压力会影响到他们对自己前途的一个抉择。比方说我们有认识的朋友，他在大学期间呢，本身是拿到了帝国理工的 offer， 他也去入读了，但他读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伦敦的生活费真的是太贵了，完全超出了他的负担能力，最后他就转去了伯明翰去完成他的大学学业。上期我们谈到啊，大学毕业之后呢，往往最大的开销在中式的家庭当中呢，是父母要开始给孩子买房子。那在这边呢，还不是一个主流文化现象。但是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当我尝试去搜索我爸妈会给我买，我发现出来的第一个答案呢是汽车。那我先生也告诉我说，在美国啊，其实父母考上大学的时候会给孩子买他的人生中第一辆车呢，其实是一个蛮常见的文化。但是在英国呢，还不是那么特别的主流。但是也有一些英国家长呢，会给自己的孩子资助他的第一辆交通工具。那这个交通工具呢，就比较有可选范围了。有妈妈淘汰下来的旧车，有摩托车，还有经常常见的自行车。那如果你遇到了人生中的另外一半，你要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家庭，你就要面临一笔非常巨额的开销。那婚礼这个费用是由谁出呢？在英国的传统上，婚礼的费用是由新娘的父亲来承担。这源于嫁妆这个传统，因为新郎的家庭要负担新娘未来的经济开销，而得到了一定的补偿。但是在今天呢，这个传统也在慢慢的改变。在2012年的数据显示呢，有52%的英国人希望自己来承担这个婚礼的开销，37%的英国人呢希望双方的父母都对这个婚礼有所贡献，还有9%的人呢希望遵循传统，让新郎的爸爸买单。在中国呢，最常见的情况是新郎跟新娘的家庭都各自举办一次婚礼，然后各自的父母呢都为自己的孩子婚礼而买单。在中式的婚礼上呢，还有一个重要的金钱就是礼金。客人来呢所付的礼金通常都取决于这个父母他本身的经济地位、所处的城市，还有跟这个来的宾客之间的亲疏关系。父母呢可以用收到的礼金来抵消这个婚礼的费用，但是随着这些年啊，婚庆的费用是水涨船高。我有不少已经结了婚办了婚礼的朋友都是非常语重心长的说，回不了本，真的。除了买房，在传统的中式家庭观念上呢，丈夫的父母还应该免费照顾自己的孙子孙女，而妻子的父母呢可以选择性的帮忙，但这不是他们潜在的主要责任。但是在英国呢，不管是谁的父母都没有潜意识上的照顾孙子孙女的义务。所以在英国这边呢，很多年轻夫妇如果双方都是有工作的话呢，他们可能每个月还要花不少的一笔钱去请人来照顾自己的孩子，或者送去托儿所，价格都是不便宜的。前面说了这么多，听起来都是中国的父母更多是在付出，那他们什么时候会有回报呢？有呀，那就当自己的孩子呢开始进入到社会，有了自己独立的经济能力以后，那他们可能就需要有一部分的薪水要返还给自己的父母，要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尤其是当父母年事已高的时候，在法律上规定呢，子女是有明确的赡养义务。但是在英国呢，赡养老人更多是被视为是政府的责任。以上谈到的这些呢，都是我的个人视角里对于中式跟西式家庭当中进行了一个粗略的观察跟概括。
你的家庭状况是什么样呢？前面谈到的这些金钱关系，你有哪些同与不同呢？欢迎在留言区分享告诉我。像我呢，虽然是在英国生活，但是还是会觉得我会保留一些亚洲或者说是中国的传统上的价值观，比方说在父母年老的时候，在我有能力的情况下，给到父母一定的经济上的支持，让他们生活得更好。还有在孩子的养育方面呢，我现在的想法呢，一定是我100%会资助我的孩子上大学，让他不要有这种学业上因为钱而产生的烦恼。但是我先生呢，因为跟我完全不同的成长环境，他在这种西式环境，他就会觉得 OK， 如果你有资格去争取奖学金，那你就去拿奖学金，如果你没有这个资格的话，那你就接受现实给你的安排，你可以去申请学业贷款。他觉得他对他的孩子唯一能做的最好的帮助呢，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财务管理的人员推荐给他。 So long.我们两个人呢，真的有在这个问题上进行非常认真的探讨，因为分歧很大，差点引发争执。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呢，为时尚早，毕竟 Well is my baby。好了，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期节目呢，记得点赞跟分享。如果你喜欢更多英国文化生活的话题，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哟。拜拜。